还有一次我到油漆教会这个见证，我也简单讲一下。油漆是个山区教会，原来我们福建省都是沿海教会，到80年代以后就开始向西部山区传。但是山区有个油漆这个是个山区，但是因为我们有一对夫妇在那边山区林业车队里面当驾驶员运木头的，结果他就在那边做见证，引导人归主。所以第一次我是陪几个温长老跟2个老执事，我陪他们去，第一次去施洗了一批人，但是第一次可能也施洗有十几20个，后来就回来，在他家里这个姓温的弟兄家里就成立一个聚会点。那过了一段，我们到了80年，这是7年，80年，我们那一次我们父亲第一次办义工培训班，在山上举办，把莆田的陈观照长老请来讲课，还有一个莆田还有杨恩生执事陪陈观照长老一起来。当时就是这个油漆这个姐妹她就跑来找我们，她说我现在要引导一批人信主了，你还要去洗礼，邀请我们再派人去洗礼。结果当时几个老同工都不去，问长老我年纪大，我普通话又不会讲，2个执事姓温的2个老执事，他说我去也没有用，我又不会讲普通话就不去。他说叫我去，但是我当时那些怎么办？我一个人怎么能去？没办法，所以我就跟莆田杨恩生执事跟他商量，不然我们2个人一起去好不好？他说几个老执事温长老也没法去，我们2个人一起去。他说好啊，我跟你一起去。他说我们这几天早晨为这个圣工禁食祷告，请主带领。因为我当时还比较年轻，没有经验怕这个出去开展圣工恐怕有困难，所以说我们这几天早晨禁食祷告，求主带领。他说好。结果我们讲习会当时1个礼拜以后结束以后，那个姐妹就带我们到油漆去，那个是山区结果到了头天晚上，在他家，这边交通嘛还没有开始聚会，而且第一次洗礼的弟兄姐妹就来，我们就给他讲道啊，勉励交通。结果突然一个女人带着她一个孩子来，带她一个孩子。这个女人原来她是信基督教的第一次洗礼引导她不愿意接受。她的丈夫是这个车队的调度员，第一次洗礼她不愿意接受，认为信主都一样她不愿意。后来那天晚上我们正在交通，她就带一个小孩子，那个小孩子大约3岁，他得了个病，什么百日咳，大家知道吧？感冒以后咳嗽几个月不会好。他说我什么药都愿进，中药西药，结果那个小孩子一进门不停的咳嗽，脸都咳得红直起来了。看见那个小孩子很难受，一直咳不停。哎呀，他说我这几个月给他搞得没办法，你能不能帮他祷告，求主医治？哎呀，那我当时就想，哎呀，我们这次来开展圣工求主要引导他们，同时要借着这个神迹兼顾刚刚建立的教会。我说好，那我们祷告。但是还怕被别人知道把那个窗户关起来，但是也没有窗帘，就把电灯拉过去，怕被别人看见因为当时是单层的房子，那个宿舍，那个是单位宿舍，都是单层的走廊，大家走来走去会看见。我把电灯拉过去，后来大家就一起祷告。祷告的时候，我就跟杨恩生执事一起为他按手，非常奇妙，一按手祷告咳嗽就停了。那后来祷告完了，那我们就重新坐在那边交通我就非常注意看这个小孩子
坐在那边大约半个钟头，只咳2声，神迹非常明显。后来他就回去了，那天晚上就休息哈。那我还在非常挂念哈，这个小孩子晚上到底还会不会咳嗽？晚上临睡前我还在帮他祷告。我们2个人，我说要帮这个小孩子祷告。我们这次开场圣工，求主带领。好，结果第2天早晨天一亮，我就叫那个姐妹哈，我们带路那个姐妹住在她家那个接待的姐妹，我说你赶紧跑到家来看看这个晚上这个孩子怎么样。结果那个姐妹跑到她家里去，因为她那个是单位宿舍是连在一起，跑到家里去问她母亲孩子怎么样？她说感谢主，1个晚上都没有咳嗽好了。结果第2天他那个夫妻都来我找我们查经默祷，结果那一次他全家都受洗。后来就是第2天，后来就我们到一个乡下先实习，乡下有个地方叫做羊头村，但是有一批慕道者有洗礼，当时也是带头的那个老姐妹跟她的丈夫原来也是信基督教的，因为她听到我们这个道理很感动，也决定要洗礼，所以她请我们去到他的乡村的时候，那天下午我们就跟他们谈到嘛，谈到完后来决定那天晚上有洗礼。洗礼因为我有点不放心，因为山区那个水啊，恐怕能不能洗礼，我就叫那个老弟兄我说你要带我去看一看那个水，到底能不能洗礼的，够不够深。他说没问题，我说不行，我亲自要看一下，我才放心。所以他就带我到山里面，他那个山区结果一路走去，路过那个乡村那个村边的时候，看见一个老人家，大约有40-50岁就是这样抱住肚子蹲在马路边房子旁边，蹲在那边。结果那个带路那个老弟兄就给他讲话，一直讲不停，他又讲了10几分钟，我就又听不懂他到底讲什么3句话我有一点等得不耐烦了，我说快点走啊，我就催他，结果后来他又给他讲几句话，后来就走。我就问他你讲什么，他说这个人肚子已经吞了好几个月了，他说一直不好，他说拜偶像也没有用，医生看也没有用，所以我刚才就是给他做见证，要信主靠主医治。今天我们刚好有传道人来你如果愿意信主，我等一下要求他帮你祷告。我说原来这件事，结果我们到山上去，我看一看水可能还嫌浅了一点，后来我就把他那个石头又搬了一个地方比较大的地方洗礼因为他山上那个西边那个石头很多，我怕有的会撞到，我就下水搬了一个地方比较深一点，大约水能够腰到小肚子这样。那我说现在可以了，我就回来那个人就站在马路边招手叫我们去到他家里。到他家里以后，我就问他，那个老弟给我反映，你原来是不是拜偶像？他说原来是拜偶像的。我说你全家只有？他说全家只有3口，夫妻还有个孩子。那个孩子现在不在家，在外面打工。他说现在我病这么厉害，请你帮助我们祷告那我说你有决心信主，有全家信主还有就是你家里拜偶像的那些东西通通要除掉，一点都不能留，能不能做？他说可以做到。我说你将来孩子回来，你要引导他信主。他说好结果他说你偶像的东西在哪里？后来他就指什么地方什么那就我奉耶稣的名，就把那边以前拜偶像的东西，什么符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统统把它拿下来。以后有2张报纸叫他拿2张报纸，我把它包起来放在那边，然后说现在你跪下祷告。
求主灵敏医治你的病哈，求主，结果我就在他家里帮他祷告按手完了。结果那天晚上我们洗礼，他夫妻都来了，他说肚子不痛了。结果那天晚上夫妻都受洗，非常奇妙。还有后来我就第二天又回到那个U7城，是不是没电了啊？第二天我就回到U7晨光，又回到林业车队那个最后洗礼，又有一批人洗礼。洗礼当时我到的时候，已经乡下来了几个人在那边等，等着那天晚上，因为当时都是白天不敢洗礼，都是晚上。那个是1980年。结果那天我一到我们就跟他们查经查这个我们教会的教义，还有洗礼的道理，我就跟他们讲。当时一个姐妹一个姐妹，本来当时天气很热她穿着厚冬天的衣服，结果一直到下午大约3点。他突然给我讲，我想回家。我说你不是说来洗礼，怎么想回家？他说我今天一整天我身体非常不舒服，一会儿要发冷，一会儿也要发热。你看里面穿的这么单薄，我还穿着厚的衣服，就是一直怕冷，所以我想回家。所以他说回家，我就不敢说你不可以吧那我就想到，哎呀，可能这个人有拦阻那我就想到。那既然这样子，你想回家回家，下一次再洗礼。不过我们一起祷告完，你走好吧？祷告完你再走。结果我们就把她这个姐妹把她带到里面一个房间，我们住了个房间，我跟杨恩生执事就一起进去，跟她一起祷告，帮她按手，按手完说你现在可以走了想回家。结果我们就出来继续跟那些人慕道者查经嘛，讲道。结果我就没有注意这个姐妹，没有注意。结果一直讲到5点，这个姐妹还坐在那边。我说你不是说回家要走，怎么没有走？她说感谢主，你刚才祷告完我就病就好了。祷告完，我身体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就不走了。所以当天晚上，哇，他刚饭吃了一大碗，就在那天晚上洗礼。所以说感谢主所以说我们感觉刚刚参与圣工，但是没有经验我们就凭着一种单纯的信心，我感觉这个开展重要圣工之前，禁食祷告非常重要，还有没有同工同心非常重要。所以神就带领也是这一次对我今后这个参与圣工，我感觉以后就壮胆了感觉我们是靠主，是神的能力，不是我们人能够做什么。这是80年的事情，1980年的事情。感谢主。